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我这一期呢，想和大家聊一聊日本动漫。我前段时间和我男朋友回顾完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动漫，那就是《Hunter x Hunter》全职猎人。我第一次看全职猎人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从小学到现在20多年了，直到现在我还在看同一部动漫，不知道是自己没长大呢，还是这部动漫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听过我之前播客的朋友也许知道，我有学习日语，我也想学习制作日本音乐，而这一切的起源都来自于我对日本动漫的热爱。日本动漫在英文里就是 Japanese anime， 那 anime 呢，其实是一个日语的单词，它是把英语里的 animation 日语化之后的一个发音。那当你在英文里说 anime 的时候，那默认的就是指的日本的动漫，而不是美国的动画片或者中国的动画片。那动漫它本身的意思其实是动画和漫画的一个结合体，但是当你在中文里说动漫的时候，我们也会默认你在说日本动漫。那在中国看动漫的人非常多，我记得我高中的班上50多个人，其中有10个人左右，就是因为对日本动漫的热爱，在高中之前的那个暑假去学了日语。为什么日本动漫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呢？一方面，日本动漫本身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艺术形式，对吧？它的很多的故事也好，音乐也好，制作也好，在日本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让日本动漫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文化输出的方式。那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中国和日本的距离非常近，物理距离非常近，所以我们在文化上也好，甚至是语言上也好，其实都有很多可以互相理解的内容在里边。我记得我小时候电视上会有很多日本动漫，虽然是中文配音的，但是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除了出门和朋友玩之外，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也就是在家看电视了。那当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所以有很多的电视节目都有在放日本的动漫，比如说名侦探柯南或者灌篮高手等等。这些动漫，如果你对我这一代人的中国人提起来的话，没有人不知道这些动漫。
但是现在你很少，或者说不可能在中国的电视频道上看到日本的动漫，这是因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种政治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好，也许政府就不让这些电视台去放日本的动漫了。总之，你现在想在中国的官方的电视台上看到日本动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虽然在我小时候，很多电视台上都有日本动漫，但是这些动漫大多数也都只是面向于小孩子的动漫，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会去买VCD 甚至是 DVD 来看当时出版的日本动漫。虽然我很肯定当时我看的那些动漫都不是正版的，但你想象一下，在中国的一个很不知名的城市，路边有人推着小推车在卖一些日本动漫的 DVD， 可以想象日本的文化输出当时在中国有多么的深入。那多亏了这些盗版的 DVD， 我爱上了日本动漫。我几乎所有的暑假时间不是在做学校的暑假作业，就是在看各种各样的动漫，而其中我看过最多次的就是全职猎人。全职猎人这个故事，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少年漫画。那少年漫画的特点呢，就是主人公他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很特殊的能力，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一些运气的成分，最后慢慢变得越来越强大的这样一种故事类型。这也是日本动漫里非常常见的一种类型。其实听上去这种动漫类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日本动漫它的背景的设定也好，音乐也好，人物的塑造也好，这样成熟的以及细节到位的执行，让很多这种可能有些老套的故事还是能够吸引人。而全职猎人这个故事，在我小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从弱小成为一个强大的人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当我成年之后再回过头看这个故事，我又会有一些别的收获。尤其是当全职猎人里的世界观变得越来越广，你会发现好像坏人不一定就都是坏人，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苦衷等等，而好人也会有做坏事的时候。全职猎人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它的动漫还没有完结，那到20年之后的现在，它的漫画还是没有完结。这是因为全职猎人漫画的作者没有完成漫画，给出的官方原因是因为他工作太努力，
身体不够好，所以没办法继续完成全职猎人漫画的创作。但为什么20多年了还是没有很多的进展，也是让人有一些失望吧。但无论如何，如果你是一个对日本动漫完全不了解的人，我认为全职猎人会是一个不错的入门的动漫。那到现在呢，我还是在继续看别的动漫。日本动漫它每年会有4个播放的季度，这个季度和自然的季度是一样的。那每个日本动漫的制作公司会在这些季度里放送一些新的动漫。大部分的这些新的动漫，说实话，质量都不是很高。真正让我觉得可以看下去的，可能一个季度也就1到2部，每年可能5到6部就了不起了。那最近这2年让我真心觉得不错的动漫，可能也就2、3个，比如说去年出的葬送的芙莉莲，以及今年的怪兽8号。它其实是去年就开始放的，但是今年有第2季。还有去年的迷宫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他的我的印象就不是非常的深刻，但我的确有一种日本动漫的质量在逐渐下降的感觉。这也许不一定是客观的一个评价，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我看得越来越多，我可能就会越来越挑剔吧。那在欧洲，我非常惊讶的是，也有很多看日本动漫的人。那在荷兰呢，每年都会有好几场 Comic Con， 也就是 Comic Conference。当然，在这些漫展上，不一定是只有日本动漫相关的内容，但是日本动漫的内容是占据了大多数的。但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日本动漫可能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文化吧。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年轻人或者说小孩子才会去看的内容形式。正常可能30多岁以上的人都不会看动漫，但是在中国这个情况就会不一样一些。在我这个年龄层，看动漫的人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比我还资深的2次元，他不仅仅看很多日本动漫，还玩很多日本游戏，还会花很多钱在日本的手办上面。而我就只是看看日本动漫，偶尔玩一下日本游戏而已。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播客我一开始提到的，小时候电视台上会放日本动漫的这样一个影响，才让我这一代人对动漫的看法不太一样吧。我刚刚有提到过一句，那就是我认为动漫是一个艺术的一种形式，它其中有故事作为基础，还
还有各种其他元素的结合，包括人物的塑造、音乐的应用，以及这种效果的制作等等，还有声优的配音。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很多日本的动漫作品可以被称为一种艺术形式，所以用欣赏艺术的这样一种心态去看日本动漫，也不会觉得在浪费时间了。对我个人而言，日本动漫的确是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我学习日语学习了10多年，或者说我未来想去日本学习日本音乐的制作，它更多的可能对我的性格，对我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会有一些影响。我刚才提到我最喜欢的日本动漫的类型是少年漫画，也就是那种一个人从弱小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强大的故事，同时因为他自身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也能够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这样的故事，当你看了很多很多遍，在不同的世界里，通过不同的角度展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可能也会让我产生一种印象，那就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是可以变得更加强大的，然后通过变得更加强大，我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所以我会对困难有更高的忍耐力，我更容易去接受挑战，然后解决问题，最后达成自己的目标，并且在达成目标之后呢，成立新的目标，然后拓展到更大的一个世界去。这样听上去似乎有一些奇怪，我也没办法真正的说，日本动漫就是对我有这样的影响。但是我相信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艺术作品是能够对人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而当你真正沉浸在这样的世界里的时候，这样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加明显，甚至是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的这样一种影响。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日本动漫？你喜不喜欢日本动漫？又或者你有没有受到过类似的其他的艺术形式的影响呢？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
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